为了这个公司，为了大家的荣誉，为了大家的 KPI。不好意思，小职员，我做不了。不好意思，小职员，我做不了。一路修，你想到什么？永远的神。我工作，我现在想不能下班，要下厉班。老师，脑子不好。谁？吴宇恒能升能登。我就从经营到结束的那一天，我从来没有看过素颜。如果说今年有一个人没有出道，我会非常生气，就可能是他。我好谢谢你们爱我，爱死我。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一特，我是于耕耘，我是吴海，我是何一凡。今天我们来虎场参加新同事入职挑战啦！我们信心满满，放马过来吧！那欢迎4位弟弟来到我们虎场参加入职挑战。首先需要大家填写一下我们的新同事 TMI， 我们工作人员上下板子。来。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我的同事是明星节目官微，观看精彩短视频，参与我的同事是明星话题讨论，一起边看边聊。也请登录搜狐视频、搜狐视频 App 观看更多节目内容。我是虎场新同事何一凡，身高1.77米，体重55公斤，腿长98厘米。自己最自信的3个身体的部位：眼睛、嘴、胸。对，因为我健身比较喜欢练胸，因为练胸和练肩会穿衣服，男生会比较好看一点嘛。对，挑战宣言不知道写什么，1、2、3。2021年的心愿清单：红、火、紫。非常务实，非常务实。好，你的这个自画像，自画像我来一下，这个很像我的那个卷发。对，我只能我尽力了，真的，我真的尽力了。姓名吴大猛男，身高2.16米，体重57，腿长2米，最是说不出口。最喜欢自己的身体的3个部位：眼睛、脸、头发。挑战宣言1个字：冲。2021年的心愿清单：1支好舞，1首好歌，1部好戏。那我们自画像也展示一下。哎，画得好呀，漂亮，比你稍微用心一点。你们俩这个都略微敷衍，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的姓名？是粉丝给我的名字，大猛男。但是粉丝一般不是都叫你什么乌米酱呀，什么吴大猛男？你更我只承认一个名字，是大猛男。就自己只承认这个名字。我只看到这一个。好的，这是我的名字。名字呢就叫于耕耘，后面加了个不傲娇，请不要再说我是傲娇小鱼了啊！身高体重183 63 kg， 我腿长101，最自信的部位是手、大腿、腰，因为我喜欢做这个动作。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动作，不要做这个动作。哦，不好意思。我觉得男人的手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东西，大腿是我们所有整个身体的核心。我们跳舞的时候需要核心力量，腰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的挑战宣言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情，我都敢尝试，都敢于挑战。2021的心愿清单，第1个发行自己的原创歌曲哦，第2个，今年我想要拿到自由潜水证的教练证。好，第3个。今年想接一部可以关于硬汉的角色，然后关于我的自画像呢，首先这里是海，不管是海还是河什么，反正就是有水的地方。这个是船，为什么会画这个船呢？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你就不要想起我》这个公演舞台，然后当时我也是坐船上面出来的，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这条鱼其实看起来它其实是飞鱼，在前面呢我画了一个门，知道什么意思吗？叫鱼跃龙门啊！我希望我今年可以鱼跃龙门。我希望今年可以挑战我所有想挑战的事情，我也都可以做得很好。我的姓名叫张新特，然后我的身高是1.75米，这么精准，很精准。体重是那个56千克，腿长是100。最自信的3个部位是嘴巴，然后喉咙，还有脚趾头。挑战宣言是2021年的心愿清单是开10场巡演，有一首歌能让很多人知道。3是想带大家就是家人出去旅一次游，然后这是我的自画像。很像，一模一样啊，跟我们的也是异曲同工之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们知道我们今天是来入职我们虎场新同事的吗？是啊。说一个你觉得自己比其他3个人都强的优点。职位是具体哪个职位？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还是？我们现在小职员，不好意思。小编嘛。不好意思，小职员我做不了。不好意思，小职员我做不了。只能从上面开始。我觉得我比较会说，我觉得不管在职场哪一个职位、哪一个行业，他都必须要会说，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你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才会在这个工作上越做越好。非常会说。好，下一位。我比他们会睡觉，我觉得就是一个职员，他必须要会睡觉。你如果要是没有充足的精力，你怎么好好工作？就我可以秒睡，然后你们不可以。就我可以抓着空就赶紧睡那种，对吧？厉害哦！我可以不睡，我可以每天熬到5点钟，为了这个公司，为了大家的荣誉，为了大家的 KPI，为了以后大家的发展，不睡觉。为什么？
工作啊！你看，要是都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办？你不可以不睡觉，就是不睡觉会长黑眼圈。我已经有了。然后还有就是精力不旺什么，开会会睡觉，然后你还是要睡。哎，这点你倒是说错了。最近小海工作了连轴转，你看他现在只是多了黑眼圈，但精力还是很旺盛，精力非常旺盛，不需要睡觉。好吧，那你别说了。我就是5海熬到5点，我就熬到5点过1分，因为同事之间要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对吧？促进大家的比谁不睡觉。OK。内卷，你们俩之间的内卷。哦，这次其实对公司是好的。对，因为促进大家的那个进步嘛，对吧？通过4位这个非常优秀的新同事面试的那个 TMI，我们就决定入职了。就入职了。这么草率。是的。不用再面试一下张勋特吗？我不睡了，我不睡了。那恭喜我们4位就成功面试我们这个虎场新同事了。道具老师可以上一下我们的工卡吧。那恭喜弟弟们成功入职啦！什么是快乐星球？冒险进什么呀？什么6个字，第2个字1、2什么什么是什么是快乐星球？前2个字5个字5个字，前2个字第2个字1、2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闯世界的参差。我来4个字厉老师厉路修，你想到什么？永远的神。快了，我工作，我现在想4个字，我想干嘛？我想下班，我要下班。换厉老师，不能下班，要下班。厉老师，名字叫什么？逛街。跳过。7个字。脑子不好。对，谁？吴宇恒没脑子。没有。吴宇恒没有脑子。这是什么？超人受韩佩拳。叉腰为我撑腰，么么哒。不愿意再笑，不愿意再笑了。不愿意再笑咩？不愿意再笑，不愿意再笑咩？不愿意再笑。背咩？不愿意再笑吧。不愿意再笑吧。不愿意再笑吧。不要再笑呗。我们不要呗。下一个。不愿意再笑呗。下一个，就是玩儿。什么？就是玩儿。几个字？下一个。就是玩儿。就是玩儿。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 Hello， 看我。 ？Hello， 看我。高望星。对了。蛤蟆。11个字。兔子。小狗狗。小狗狗。能撑。能生。能蹬。小狗狗生。小狗狗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小狗狗怎么样？关我什么事？小狗狗，哎，能有什么？小狗狗生了能有。小狗狗能，小狗狗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小狗狗能有什么？小狗狗能去生孩子呢。心思。小狗狗能去生孩子。小狗狗，它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小狗狗能有什么坏心思？哎。那小狗狗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我们进行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你敢问我敢答，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弟弟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在节目期间有趣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呢？我觉得我最有趣就是鞋子掉了，总决赛直播的时候鞋子飞出去了，反正我下来就觉得完蛋了，我说我人生的第一场大型直播现场就死亡了，然后回去一看手机就炸了，所有人都是这鞋是你的吗？这鞋是你的吗？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603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无缘无故的 Q 到了生日，然后发现远哥跟新特是同一天生日，然后这个年数差了整整10岁是吗？对，这很夸张，然后差一点，对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就也是一种缘分吧，我觉得。然后是一起过的，我觉得那天，对，我们骗新特，我们还骗新特，先帮远哥过生日，他当时他就是那种各种。这个新特又不好意思说，就是他是生日，但我们都知道他生日，他就过来找我们，他就不开心，然后我们也知道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他说生日快乐。为什么所有人都给远哥过生日，但是没有给张新特生日？但是其实我们后面给他留了一个更大的惊喜。关键是还有人跟他说，哎，小孩过什么生日？然后我们还去找他，巨狠。张新特今天不会有生日，你不来吗？那天也是他的生日。这也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派派他拿着蛋糕进来的时候，我的天哪！我瞬间就哭了，因为很委屈，你知道吗？就是委屈了2天，这2天他们对我都是这个状态。说好了就是会教我跳舞主题曲嘛，然后没有一个人教我，都不理我，一个都不管我，我都想退赛了，都当时。好险没退赛。那你觉得最开心的时刻呢？哇，我说实话，是我听到女孩所赢的那一瞬间啊。就是我最开心的一刻，也是我第一次完全打开在舞台上，放松的那一刻，真的放松下来。因为当时压力真的很大，抽到了亚米。对，哇，我们当时真的，我觉得当时是没有人相信我们会赢，应该是没有人会相信，没有人会赢。对，但是那个结果确实让人很意外，所以当下结果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跳起来。嘴上说是没事胜负无所谓，我们把自己的风格表现到极致。但是赢还是真的很开心，认真。我觉得是更重要是留下了我们6个人最好的回忆吧。凡凡呢，最开心的事情？没有，都挺开心的。每天晚上吃夜宵的时候，还和大家一起看《斗罗大陆》的时候，最开心了。我最开心应该是跟603就哥哥们一起去团建嘛，就一起去偷零食，然后上去偷泡面吃。我们称之为飞鹰计划2.0。对，飞鹰计划2.0。泡面是吗？我好像参与过。那天还在，你在，我参与过一次。他在。我们那不叫偷，我们叫光明正大。对，我们光明正大的进去抢。那整个过程中最感动的瞬间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感动的应该是最后唱起风了那一刻吧。对，那时让我就瞬间泪崩了。然后还有让我还感动的一个是，永不是人的爱，大家一起唱的时候也让我很感动，因为那是我让大家认识的一个起点吧。就是永不是人的爱到起风了，让我就是没有停过，就是眼泪没有停过。最感动的是局部运动会。对，那个时候是马上第2天要录那个顺位发表，对。然后那一刻，其实大家好像没有那么在乎这个成绩，都在享受于当下我们办的这个运动会，希望可以在最有限的时间里面跟大家能多一点交流。对，那个时候是我看到的是感动。我最感动的有2个事情吧。第一个事情是在我2公是我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在给我加油。比如说我能感觉到化妆师希望我能更好一点，即便我不提要求，他也想在我的妆发上想尽办法的帮我。我能感觉到玄关姐姐就是看得出来我状态不好，她可能会递一点吃的给你，或者是来跟你说几句话，就那种很无形的那种小点，让你觉得很感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总决赛刘宇对我说的那句话吧，对我来讲我觉得挺感动，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个人会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跟我说那一句话，对我的喊话。吴海，你想做我一辈子的朋友吗？一辈子的朋友，刘宇，一辈子的朋友。我最感动的是从进运动中心的时候，门口都会有很多粉丝在门口拍照嘛。从刚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是肤白貌美的，到最后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晒黑了很多个度，就很心疼，也很感动。比赛期间压力大或者难过的时候，会怎样调节自己的情绪呢？睡觉，看《斗罗大陆》，然后和相互之间聊天。斗罗大陆永远的神。对，斗罗大陆 YYDS。其实我的话也是聊天吧，我找小鱼聊过很多次，找宇恒聊过很多次。然后因为我在外面就是没有去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不太爱找别人聊的人。我通常的角色是别人找我聊，所以久了之后，我自己也会变得好像觉得我自己能够吸收任何事情，但实际上
我自己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跟他们聊天真的是有帮我吸收到很多，至少我吐出来之后，我心里会舒服很多。我其实也是跟别人聊天，但不是我去找别人聊天，而是在别人跟我聊天的这个过程中，我慢慢的把我自己的观点讲出来，发现，哎，其实放在我身上也是一样的，只是你自己可能想不明白，但跟别人聊的时候，其实你会把你自己的情绪也发泄出去。我很没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以为吧，进营之后，大家可能不会太管就是彼此吧，因为每个人都很忙很累，但没想到就是来了之后，所有人就都很帮助我。我很喜欢吐槽，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就是怎么哪里不好，对哪里不好什么的。为什么这个我跳不会？对，很烦。对，怎么办？我要发泄。对，嗨起来。对，他们会永远帮我。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有心声就是会吐出来的人，然后会给他一个这样的环境去帮助他去宣泄自己内心的一些压力。对，我觉得辛特是那种你可能久了之后你觉得啊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多话呀，然后特别闹腾，然后特别开心的人，但他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很容易被自己或者被别人打动。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很晚，第二天顺位发布，然后很晚了，真的是凌晨3、4点了，突然进我的房间，我们也还没睡，我们也还在聊天，跟吴亦凡在聊天，他突然进来，什么话都没说，开始哭。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觉得明天有人要走了，他很难过。但其实走的人不一定是他，走的人是我。这个第二天。然后我还在安慰他，我说总有人走啊，总有人走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走的人是我吧，我应该哭。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情实感的小孩子，很感性的小孩。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包括你真的想要去当一个歌手、演员，其实感性是很重要的。是的，对，真的是。哭太多了呀。是啊，我记得他生日的时候，我说来。这是你最后一次哭，我说你答应我这是你最后一次哭，他说好的，不可能再哭了，结果每轮都要哭一会儿。天哪！对彼此的初印象和现印象是什么？张新特给我的初印象跟到现印象其实是没有差别，没怎么变。对，他该闹，因为他的个性太鲜明了，对，很鲜明。他住我隔壁，我们最开始在酒店住了1个月嘛，他就在我隔壁。第一天我就在那个窗台见面了，他们3个人这样头探出来，然后我出去就看到张新特，然后他开始自我介绍，就自来熟的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也不认识3个人，然后他自我介绍，我叫张新特，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互相，你哪个公司？对，你哪个公司？说来吹口，哇，搞哪的？我大公司啊，然后怎么样？我说你谁啊？然后我们在聊天，完了之后最可怕的是凌晨2、3点，他们房间里面就。一直闹腾，我给投诉了。第二天我就投诉他们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然后完了之后，我发现他根本没有变过，包括他出来之后，我觉得就是他，其实这个挺好的，这挺好，是真的挺好的。我对小海的话，一开始还觉得就是他性格还蛮温的，一开始到他跟我一样，应该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好像都就会稍微释放了一下天性，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也跟之前。有点差别了。凡是认识太久了，对，所以我们其实心态上很多东西会稍微比较稳定一点。对，我对凡的初印象还真的很不一样，我以为他是一个很刚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以前的节目，就是也听过一些故事，知道他喜欢 rap，然后我当时以为他是那种很 old school。就是那种你不要来跟我说那些话啊，我就是很 real， 你不要来跟我来那些虚的。但他之后发现他怎么这么可爱，就我现在对他的那个评价是可爱，他是反差萌。然后小鱼的话，就最开始就觉得稳重，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很成熟的男人，但是没想到也这么爱哭，自己把自己说哭那种。对啊，身为感员说哭到自己什么声都听不清楚，一个人在那里哭。我要站到中心位，成团中心位，我的目标，成团中心位。但是我看到小鱼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我认为一个比赛有他自己的结果。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或者说有时候不是你想拿到就能拿到的。我记得小鱼进来的时候，应该是抱着很大的决心，是吧？但反而到后面，我觉得所谓的决心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他找到了他在节目里面该有的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于海哥的初印象，就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整个舞蹈组，当时因为国外的选手在台上表演完跳舞以后，他们说哇好炸好炸，等到他们舞蹈组海哥他们上场以后，他说中国的舞蹈组也不差，我们也可以赢。你压力好大，压力好大，我压力好大。对，我知道，因为他们就坐在离我们的位置很近，首秀的时候。然后后来又到女孩组的时候，又听小鱼一直跟我讲海哥，说海哥情商很高，就能体会到所有人的感受。就是反正和海哥相处，他是比较 nice 的，非常舒服，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以后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真的。强力推荐。但最近就不要了。推荐。对。
他跟小鱼太熟了。然后小鱼太熟了，我没什么好讲的。对，回溯到很久以前的初对，回溯到很久以前了。是埋在心里的爱，对，刻在我心里的。就不需要小鱼，现在是游进你心里想。对，小鱼，我们其实就是替对方感到可惜吧，但是终有出头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然后特特初次见面是什么样子，现在他还是什么样子。对，所以希望他一直保持初心，不要变，一直这样。就是一开始我觉得凡哥是跟我一样性格的人，然后我知道跟他一个寝室我很开心。我当时说实话我不知道就是凡哥跟那个根哥是一个团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有一个人就是也是落单的，就是跟我可以一起玩。怎么603除了你俩，我们抱团吗？因为我总感觉就是跟大家融不进去，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已经就是出道过的一些艺人啊，然后年纪相差有点大，了不起。不是，然后就是我就感觉就是跟他可能玩得来，然后没想到就是他跟他们是一个团的。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凡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他变了，他慢慢的他变得不爱你了，不是他就变得有点不自信。就因为我之前看的何以凡不会不自信。他在舞台上，就我第一次看他的 Rise， 就是原来出道过的艺人是这样的，就没想到他慢慢的就变得不自信了。然后我问他怎么，他也不说，就不跟我说。然后后来其实我可以感觉到他就是觉得自己要离开，其实我就感觉到不是不自信，他是也会就是在比赛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就包括。其实他一开始凡一公的时候都很好，然后到1公到2公的阶段，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打击的。但是他的2公的表情管理其实是惊艳了所有人。其实我很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带着很强的目的性来到这个节目，但是一来就被打了一巴掌。我是深深的打了一巴掌，所以那种感觉就是很能理解，这中间那个过程是很难受的，真的很难受。所以你说。你还想稳在那里很难，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所以都有这个过程。当时我不是把他气走了嘛，我当时把他气走了，气走了之后，我当时就是也不是气走了，是因为我是真的我睡眠不好，我睡眠很差，也没有，的确是我吵，我真的吵，这个确实，对我真的吵。然后后来他不是走了之后，我就是后来，张新正都说自己吵，哎呀，后来我不是让他那个，我知道他心情不好，就是感觉他状态不对，我让他回来。我就想让他赶紧回我们寝室，然后我说我会帮你收拾好所有东西。之后他回来了，回完之后就走了。对，他回来第一天回来，对，因为我知道我第2天可能有可能会走，所以我那天晚上我还是就想回603住，然后我本来是搬到了沸羊羊张海江他们那个宿舍，然后我那天晚上我把张海江也叫过来了，我们就把所以你知道那个床有个膜之后，就是有感觉到我第2天会走，那种感觉真的很强烈。对，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张新特，你那天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第2天可能会走，但你感觉很强烈吗？很强烈。你连1公2公都感觉到了。我1公2公的感觉是，我知道我不会走，所以大家来跟我说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但是到3公的时候有一种第6感，你知道吗？倒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咋不准呢？我的感觉我会成团。对，你不太准。开玩笑。来，你讲一下我吧。还没讲海哥啊，没讲。那我最后讲了压轴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海哥，就是一开始就是看他就很帅，我当时就也怕，就是跟他们接触。就我知道海哥教过一些有名的艺人，然后就感觉就是会不会玩不来。然后就是后来没想到他是个很温柔的人，对，然后他什么都愿意教我，然后什么都愿意，就是教你，然后跳舞的时候教你的时候又凶你，还觉得他很暖，对。但关键就是什么，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听我诉苦，就是我以为就是他不会跟根哥一样，就是因为我跟根哥一个寝室嘛，他不是跟我一个寝室，然后我们又没有很多接触，但是没想到就他愿意听我的诉苦，然后会帮我解答，主要是想骂他。你知道我有没有发现今天整场直播下来就一直在怼我，这3个人就一直在怼我，我就感觉欠他们钱一样。因为我找到哥哥对你的宠爱，对我找到宠爱张，我好谢谢你们爱我，爱死我了。宠爱张的方式就是怼他，真的。我觉得他第一次来跟我说退赛这件事情，我说你退，所有人都安慰他，没关系，大家第1轮都很正常，是吧？我说你不想你走啊。不要在这里，我说你走，你不想跳你别跳。他反而是这一套。他有时候就是
你硬要他，他就是想让你得到他心里的认可。对不送到他的时候，不行，我就是要跳，我就是要做给你看。然后接下来就是根哥，然后根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出台的时候，他应该印象也很深，我很拽，我直接跟他说，我说你唱歌的是吗？你是 vocal 是吧？然后你唱跳也很行。他就坐我旁边，对我坐我旁边，我就很拽，我就说他全场录制我真的是全程啊，怎么办？我好吵，这旁边这个人。我就跟他说，你如果要上去，我绝对拜托你。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要超越的目标。就是我。你当时不是这么讲的？我就是这么说的吧？你哪里是我超越的目标？你说我是最强 vocal。对，我说的就是最强 vocal 啊！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怕你。最强 vocal。我其实家世不是永不失联的爱，然后我当时就直接说，如果要是我先比你上去，我就不唱家世，我就把你 Q 下来唱永不失联的爱。但是如果要是你先上去，你就 Q 我，我也不要家世的机会，我就跟你唱永不失联的爱。然后他又先上去了，然后就撞在一起了。后来就接触久了之后，就直接觉得他是一个标准，就是一个偶像的标准，就是这样子。不止在台上他要光鲜亮丽，他在台下他不管跟工作人员还是跟我们，就是哪怕是好像素人接触，他都很自然，然后就很爱我，很爱工作人员，然后在舞台上也是很帅，对，是的。小鱼全程在旁边害羞，我坚持了6年。我真的我懂了，为什么你们不懂？为什么你们不懂？为什么你们不懂？开玩笑，就是我是因为可能也有一些接触在这一行业里面，然后我希望就是之后真的在坚持这条道路上的人，我都能希望给他们点建议。我感觉我跟根哥很像，我感觉就是我跟他喜欢的风格很像，然后唱法很像。这是你们最强 vocal 之间的共鸣了。我听得好一样，大家都比较感性，容易想太多。这简直一模一样，然后又很爱哭，他不是我，都是很爱哭的人，不是我。对吧？都很爱哭。你不爱哭，好，我不爱。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假如时光倒流到进岛的前一天，你会跟当时的自己说什么？你的选择非常的正确啊！对啊，他的选择非常正确。选择去是非常正确的事。我会说，不要害怕，做你自己就好。不要抱太大希望，自信一点。我是一个属于期望抱得越大，失望就会越大的人，所以刚开始我抱的是不要抱那么多希望，是不要抱那么大的期待。对，就是不要抱那么大的期待。对，就保持自信。我想说，不要忘初心吧，就是自信一点。你很自信啊？也许吧。下一个问题，有哪个舞台是自己心中的 top one？ Love Boy ATA 永远的神，我们一起闯，永远的神。如果你是论舞台，我是你就不要生气我；如果你是论团队，我是女孩子。我是团队跟舞台都是 Love Boy ATA， 应该是女孩和冒险计划。选一个的话，从情感上来，我一定会选女孩。除了自己演绎过的舞台之外，最想演绎的公演舞台是哪个呢？化身孤岛的鲸，亚米。我也好想选那个。我想选卫星 XL， 我也想选卫星 XL。真的吗？我就感觉那个很难，很累。哎，哪个最难啊？就从1公到最后，3公吗？对，1公到最后所有最难，没有最难，都挺难，都挺难。哪个是最难的那个？很难说，很难说，没有可比性，因为有的歌难。占多的 solo 最难。真的 solo 舞台，他不是 freestyle 吗？他的首秀，他技术性太强了。对，我想跳赞多的。挑战自己。我很想自己完成一个 solo 舞台吧，就我欠给自己的一个。来跳。对，这也是我欠给自己的一个。之后你们都在自己的舞台上会给粉丝朋友们展现了，我们都期待一下。太好了。然后在整个节目的学院中，说一说你心里最佩服的一个人，然后说一下原因吧。我选刘宇，我就从进营到结束的那一天，我从来没有看过刘宇的素颜。我就是在离岛的那一天的早上，我去厕所洗脸才看到他的素颜。我就惊呆了，没有变化。李佩阳的素颜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他曲美彤的样子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刘宇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所以我有我们一个寝室，比如说7点的通告，他会6点就起来，然后他不希望就是他出去的时候，你懂吗？就是他希望大家看到对最好的一面，对，他要提前1个小时准备。非常自律，对，非常很厉害。我最佩服的人是远哥博远，因为我很知道当时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当时的心态是什么，然后他又比我年长几岁，我觉得他扛住的压力会比我更大，最后他也成团了。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因为真的该出道了，他实至名归，我只能说。我也是博远，不管是我以前是以老师的身份在他们公司教他们的时候，还是说我们后面以朋友的身份在一起训练，我都很佩服他。就我觉得他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对，而且他是一个执着到偏执的人，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就我要用偏执这个词了，就是这个词可能对我们来讲。
我没有办法做到，或者在这个阶段我没有办法做到，但他可以这么执着，所以我很佩服这种人。而且如果说今年有一个人没有出道，我会非常生气，就可能是他，所以他是我觉得今年一定必须得出道的一个人。我也是元哥，因为他把所有一切的精力全部用到了这一行上面，所以我特别佩服他。然后还佩服一个人，赖耀翔，他可以称之为营里面最努力的人。他连续2个通宵练主题曲，直接把自己练晕倒，送医院去了。可以说没有之一。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自己这段时间的旅程吧。我很开心能有这个旅程吧，因为我知道这辈子不知道有没有第2次这样的机会。然后最开心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自己。对，我希望可以去展现更多面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全面。我会选奇妙这个词，因为在这之前我是反感这个行业，或者是我是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的，有我自己的一些顾虑，或者我自己的偏见吧。为什么觉得奇妙？一个是我居然跟我以前的学生在一个平台上，也跟我曾经在日本学习也算老师的学生在一个平台上，然后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有所谓的辈分吧，但现在我们回到一个上面去做一件事情，对，然后放下我以前所有的姿态也好，成绩也好，拿到的东西也好，我以一个小白的身份来重新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开心，就一点顾虑都没有。我才发现那个时候我以前所谓的顾虑只是自己的偏执，只是自己的害怕而已，不愿意放下你以前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如果有人来问我，我该不该放弃我手上的东西去做另一件事情，如果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且你有这个时间，我一定会跟你说你就应该这么做，因为你不这么做，你永远在你以前的那个圈子里面，你不知道未来的可能性有多大，或你不知道你能碰到的有多少一辈子的朋友。因为如果说我那个时候就执着于我之前的想法，我放弃这个机会，那我现在不可能坐在这里再跟我的兄弟去聊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这辈子不会再交集了。下一次见面，我还是以舞蹈老师的身份，但我们不可能聊那么多。然后我作为一个艺人，你没有变。对，有可能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能一起去出舞台，一起去做工作，我觉得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之前在营里面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其实他在那个行业其实有一定的位置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会觉得，那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啊？当时他说我很不想一成不变，我真的想尝试一下，哪怕我可能我心里有很大的顾虑，但是他还是踏出了那一步。而且刚刚听他讲的那番话，就是他踏出后，他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收获的东西，对，很重要。我觉得是团结吧。就我觉得我们90个人就很难得这种缘分能够集结在一起，而且大家出来以后都非常的互帮互助。而且我之前也很少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一个节目出来以后，大家还能在一起这样上节目啊，或者在一起每天这样子去玩，很难得。那我就说一个难忘吧，因为我自己感觉吧，我自己感觉就是，不管是营里的人、营里的事、营里的食物，我都觉得是我最难忘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其实营里的食物很好吃，但是再好吃的东西，你吃4个月也会腻。我等一下给你订个板烧鸡腿堡。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吃，但是说实话，里面的东西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掉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后最想尝试的领域是什么？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规划？有什么阶段性的小目标呢？接下来呢，我所有的事情其实大部分都于想要回馈我自己的粉丝，比如说我出新歌，出我自己原创曲，出见面会。那我之后想要尝试的方向呢，我的领域其实我现在没有给自己设定，我可以是一名老师，我可以是演员，我可以是运动员。我觉得我不想要再限制于这个行业内做的事情，就是我虽然身在这个行业，但是我其实很多事情只要我想做，就没有我做不到。然后我的目标一直是做一名全能的艺人，所以之后我会往除了唱歌、跳舞、说唱这方面，就是往综艺和影视方面走。我给自己的第一个目标是不忘初心，这也是我进这个行业给自己定的一个不可以违背的一件事情。因为跳舞是我的台阶，它成就现在的我，所以我不可能放弃这件事情。所以，就像我刚才写的一样，今年我要至少1支好舞、1首好歌、1个好戏。一定可以的。我想开10场自己的巡演。而不是音乐节、见面会，只属于我跟我的粉丝们，还有我的朋友们跟我的粉丝们的那种巡演，只属于我们。在座的3位都听到了。我想让自己的一首歌成为自己的代表作，
我希望脸大就能对，我希望之后可以在商场里，或者说那种小餐馆里，可以听到自己的歌，或者创造营之后的学员们能唱你这个歌。对，就是大家可以就听到这首歌，我也知道就是张，知道这个人是张新特。对，我们应该给自己定个目标，就是下一次的时候，就是丽姐找我们去当选角导演、选角导师。哎，我想去当助演学长。还差了一点吧，可能先interview。祝大家的目标都能实现嘛，然后祝弟弟们以后都能有越来越好的发展。然后就先恭喜各位，那就入职成功啦。我们来说一个我们的结束语吧。好，明天早上几点？来上班上。经过重重考验，我的面试通过啦，正式成为了虎场新同事。更多精彩内容与福利，欢迎关注搜狐娱乐和我的同事是明星啊。